最近的市场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有点，看不懂？比特币嘛，一直在跌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一个领域它就是特别的抗跌？对，没错，我说的就是山寨币。而且啊，有好多迹象都显示，一场真正的大爆发，可能真的已经在倒数计时了。所以说，山寨币市场是不是真的要大爆发了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呢，我觉得就藏在一些市场数据里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讯号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。OK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看，因为啊，你去看，不管是技术图表啦，还是监管那边的消息，好像所有的证据真的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，那就是一场专属于山寨币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把比特币跟以太币拿掉之后，剩下的那些的巨大行情，可能真的在酝酿中了。好，那我们先从最直接的证据开始看起。那证据在哪里？就在图表里。有时候你真的得说，图表它自己就会说话，会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市场底下那股潜在力量的故事。你看这个对比真的很有意思哦。在过去20几天，比特币跌了快要9%，对吧？但是代表其他所有山寨币的那个 Total Three 指数，你猜跌多少？竟然只跌了不到1%。这说明了什么？很明显嘛，这就代表整个山寨币市场下面那个买盘的支撑力道其实强得吓人。那这个5%是什么意思？它就像是那个引爆点的最后距离。你看，山寨币的总市值离它突破历史新高，就只剩下这不到5%了。你想想看哦，在我们这个波动这么大的加密市场，这5%的距离，搞不好一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冲过去了。还不止这样哦，如果我们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，会发现山寨币总市值的图表，它正在形成一个超级经典的形态，叫做杯柄形态。这个在技术分析里面是一个非常强的看涨讯号，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那种大规模上涨行情要来之前的预告。所以啦，如果这个杯柄形态真的成功往上突破了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根据技术分析的算法，它的目标价会直接指向超过4兆美元。你想象一下，现在市值大概是1.1兆，要翻到4兆，那可是将近4倍诶，这个潜在的空间说真的太惊人了。OK， 所以图表看起来是准备好了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光有图表还不够嘛，行情要发动，总是需要一些燃料来把它点燃。那好消息是，市场上正好就有几个超级强大的催化剂，看起来就快要出现了。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催化剂，就来自监管这边。美国的 SEC 正在考虑简化加密货币 ETF 的上市流程。如果这个案子通过了，那以后 ETF 的审批时间会从原本的8个多月，一口气缩短到大概2个月左右。你想想，这讯号有多明显？这就表示那些机构投资人，他们等不及了，想要更快的进来这个市场。那流程变快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钱流进来的速度会更快吗？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件事其实还蛮急的。你看，从10月初开始，会有一大堆山寨币的现货 ETF 审批截止日，一个接一个来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初比特币 ETF 那个时候的情况，对不对？只要第一支过了，后面就可能像骨牌一样，引发连锁效应，带动一整批 ETF 都拿到绿灯。而且市场对这件事也超级乐观。现在大部分的分析师都认为，这些山寨币 ETF 被批准的几率超过75%。你知道吗？这种高度的市场预期，它本身就是一股很强大的推动力咯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线索全部拼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，这简直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嘛，一场完美的风暴。你有看涨的技术图表，有一连串马上要来的 ETF 决策，再加上联准会降息这种大的宏观顺风，好像所有的条件通通都到位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为了让我们的分析更全面，
我们也得看一下市场上一些不一样的声音。就是说，虽然山寨币的前景看起来一片大好，但比特币市场那边却传来了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杂音。你看到这个数字24.1万颗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过去1个月那些长期持有者卖掉的比特币数量。这个数字很重要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群人通常是最能抱得住的，他们如果开始卖，常常会被解读成可能是在获利了结，或者是市场情绪开始变得比较小心了。确实，也有一些分析师提出比较悲观的看法，他们觉得那些来自大公司的所谓的机构需求好像正在变弱，那这样当然就可能会对市场造成一些压力。但是这个机构需求崩溃的论点真的站得住脚吗？我们来看看另一组数据，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。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好像是完全相反的情况耶。你看像 MicroStrategy 还有日本的 Metaplanet 这种大型机构，甚至是萨尔瓦多这个国家，他们根本就还在继续买，继续增持比特币啊，而且是很有策略地在买，完全不管短期的价格怎么波动。好，所以看起来比特币市场的那些杂音好像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那么要找到我们这整个拼图的最后一块，我们可能得换个角度去看看加密货币世界的另一个角落。我们要问的是，如果钱要流进山寨币，那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数据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。 NFT 市场，这个市场正在用非常快的速度降温。你看，独立买家的数量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暴跌了58%，这就表示有大量的投机资金正在从 NFT 这个领域撤出来。而且这个趋势，你看那些指标性的项目就更明显了，像是 NFT 市场的龙头那个无聊猿，它的地板价从最高峰的180颗以太币一路崩跌到现在剩下不到9颗。哇，这真的再清楚不过了，对吧？市场上最热的那些钱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所以这就带出了我们最后要思考的一个问题：当一个市场的热钱退潮了，这些钱会跑去哪里？随着 NFT 市场越来越冷，这些到处寻找高回报的资金，会不会正悄悄地转移阵地，开始布局，准备迎接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可能即将爆发的山寨币市场呢？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好好想一想的问题。